假的，宋尧的釉，明的胎。你铺子里老师傅自己烧的吧？手艺不错，但别当真的买。你狗屁不懂！哼！我家小姐买你今天3件，每日3件，多1件不做，给钱也不做。你不怕我？怕你什么？你今天3件全见完，明天就不来了。不如今天只见1件，明天还来。你靠这个留客？我靠这个留人。你有东西要鉴定，东西不会跑，但你拿着鉴定结果转身就走，再也不会回来。那我鉴定它做什么？鉴定不是给东西看的，是给人看的。今天第1件不见你怀里的锦盒，见外面的东西。里面比外面重要？不重要，先把外盒见了，里面的东西才会说实话。楠木是闽北老料，树龄至少200年，但这个盒子不是200年前做的。银边的氧化层只有30年，盒子里面的东西比盒子老得多。你见的是盒子里面的东西，但它不需要我来见。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人告诉你它是真是假，你需要的是一个不会骗你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来找我之前已经找过别人了。云纹工制30年前内府造办出的工艺，这盒子是宫里的东西，能带着宫里的盒子来找一个茶馆角落里的鉴定师。你找过的上一个鉴定师，在宫里。上一个鉴宝师告诉我他是真的，第2天他被发现身亡在御秘书房。他是我父皇的鉴宝师，唯一一个敢说真话的人。他死了之后，全天下再没有人敢看这枚玉器，所以我来找你了。你不认识我，你也不需要认识我，你只要告诉我它是什么。玉是真的，2300年前蓝田老坑的料，这个坑已经绝了。刻工也是真的，失传400年的顺纹刀法，但它不是你要的传国玉玺，因为它是400年前刻的，2300年前的玉，400年前的刀。有人把它原来的印纹磨干净，磨了1整年，然后重新刻成了现在这8个字。磨玉的人不是骗子，他磨得很慢，比真正的雕刻还慢，每一刀都有停顿，每一刀都在跟自己较劲。他不是在毁东西，他是在对着这块玉说一句话，说了1年。什么话？这个得问他本人。受命于天，吉寿永长。赵月，这东西比玉玺重要。父皇，以后会有一个人告诉你的。那枚铜钱还在你身上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有1枚铜钱？你父亲给你的，3年前他最后的遗言。他说以后会有一个人告诉你，你等了3年。17年，我以为它只是一枚护身符。父皇把它放在我手心里的时候，手在抖。我以为他在怕，他没有怕，他在等。今天的第3件用完了。先生，明天还是3件。明天还是3件。你带上那枚假玉玺，它还有1层没鉴定完。鉴定完之后，你大概就知道你父亲在找什么了。不是玉玺，是一个人。先生，今天你的鉴定告诉我的是这枚玉玺的来历，但你还瞒了我一件事。你说的那个在山洞里哭的老人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哭。他在刻字之前那片玉上刻的不是受命于天，是另一个人的名字。此钱之内，藏图曰星，所指之灵曰时，所带之人。你今天从玉玺里看到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祖爷爷，一个是我。我是公孙隐，那枚假玉玺是我刻的。我来不是求你鉴定，是告诉你一件事。
那枚假玉玺为什么400年不碎？因为里面包着真的。祖爷爷把双层玉面叠在一起，上面的刻甲，下面的封真，真的在假的之下。那真玉玺在哪儿？400年前，祖爷爷把它藏在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。但他留了一句话，他说哪天秦家的人找到了记下封真阵的那层玉面上的刀痕，会告诉你怎么找回之前被切掉的那枚原剑。原剑不是被你祖爷爷切了？原剑在200年前被秦家自己融了。那枚假的假玉玺不是假的，是我祖爷爷用真玉玺切薄的一层做的，外面假里面真。但那一代秦家的皇帝不知道那层是真，把它当成废品融了。他把真的融了，所以真玉玺已经没了。本来没了，但有人换了。纸很新，不超过30年。这纸条不是祖爷爷那张，祖爷爷留的字条是真的在假的之下，这张是别人塞进去的，盖在祖爷爷那张上面。字条上的字迹你认识吗？这张字条不是写给我的，是留给用繁字做标记的人。留纸条的人知道他等的人会看懂，因为我认识这个字。今天下午我鉴定了那枚铜钱里的星图，星图指向开国皇帝陵。我以为先帝在等的人是我，我现在知道不是。先帝在等的人是你父亲。吾儿3岁能辨古玉。明天第一件，字条上的掌印，此5根手指的主人。父皇，朕找到了，您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字，朕看见了，是凡。您没有告诉朕，您只把这枚铜钱放在朕手心里。2300年前的玉，20年前的铜钱，先帝特意挑了一枚与玉玺直径分毫不差的铜钱。他把星图藏进铜钱里，也把他女儿的手心和玉玺的印地卡在了同一道尺子里。先生，你昨天在茶馆里说到工匠哭了的时候，你的手停在玉玺上多停了2丝。你在溯源里看到了一个字，你当时没告诉朕，是因为你不确定朕能不能承受，是因为你还没确定朕配不配看到它。现在朕看到了，在你的鉴定规则里，这算不算第3件？第3件昨天用完了，铜钱的壳。昨天你走之前我说过还能再建一次，今天的第1件拿它来换。昨天拆开时看不到，因为壳壁内层还封着17年的氧化面，拆开后空气管入，铜面重新呼吸，隐形的刻字才从破裂的画层下浮现。先帝用了能形成氧化封膜的特殊铜料，他确保能看到这行字的只有那个亲手拆开它的人。若日后有人能拆此前，朕在此留一句话，这人是你等来的。你父皇不是在等某个人，他是在等你。他准备了17年，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了让你亲手拆开的那一天，你有证据证明你父皇不是被人害死的，他是自己走进去的。他知道会被害，但他选了走进去，因为他已经把后路藏在你脖子上了。你等了17年，等他告诉我怎么拆，最后是你拆开的。明天还有一件东西，我父亲留给我不止铜钱，还有一把旧匕首，上面刻的字和玉玺底下压的字是同一种纹路。明天递剑，见那把匕首。陛下在宫里等你，他说今天第1剑在御书房，见完直接上朝。上朝？你是剑天阁阁主，从今天起，你得站班。箱子里是昨晚连夜赶制的新工具，古法锻造术的产物，用孟胜那柄断刀剩下的边角料，打制了一把短逆，一支探针，还有一片薄如蝉翼的玉刮刀。他在外面守着，你进去，陛下在等你。刀身是寻常铁料，但刻痕的刀法和玉玺底部的那个字同出一源。顺纹刀，侧面斜进不直拖，但这刀法中透着轻与快，是在刻意模仿公孙洙的沉重。
你父皇不是在留遗物，他在练习。他学了公孙柱的刀法，想把一个秘密封进玉玺最底层，和公孙柱刻的纹路换字压在第2次位置上。铜钱上那个秦字是第1次。公孙爷留下的不只是玉玺，他留下了一个名字。你父亲查到了这个名字，为了不让别人先找到这个人，他把名字藏在了只有你能拆开的地方。至于杀他的人，穆长青要的是权力。他不需要阻止你父亲刻字，阻止你父亲刻字的人，是怕那个名字被刻在玉玺上的人。这2个人可能不是同一个。随朕上朝。沈阁主，建天阁开阁3日，国库的清点清单老夫看了，真品不足1半，赝品无数。这个结论太重，重到满朝同僚有人不服。老夫今日替同僚们做个说客，请沈阁主当场长演一件东西，以正视听。这面铜镜有3处针，铜料是真的，大秦开国时期关注的标准配比，铜7锡3，掺了极少量的银，这是当时御史作坊的配方。包浆是真的，至少经过了150年的自然氧化，没有人工做旧的痕迹。松鹤纹样的刻工也是真的，走刀老练，不是学徒能有的水平。但它的松鹤纹样松针是双层的，鹤嘴是向下的。大秦开国时期的松鹤纹样只有一种刻法，松针单层，鹤嘴上扬。鹤头上扬是望天祭天之意，所有开国礼器统一用这个纹样。双层松针下弯鹤嘴的纹样不是中原补土的，是西域于问国传入的，传入大秦的时间是150年前，所以这面铜镜不是大秦开国至宝。它是于问国150年人进贡的贡品，当时的皇帝把它赏给了朝中一位重臣，之后传了3代。它的每一任主人都没有说谎，只说它是祖传之宝，没说它是开国之宝。是后来有人在这祖传上添了2个字。您的祖父在于天贡品入贡那年刚好在礼部任职，这件东西是当年论功行赏时赐给穆家的，它不是假的，但它也大秦是开国后200年的事。沈阁主好眼力，老夫这件传家宝传了3代，今天才知道他不姓穆。多谢沈阁主，老夫记下了。穆长青今晚见了2个人，兵部左侍郎和刑部尚书。他调了城外30里官道的布防，从今天起那一段加设关卡，所有出京的车马要拆箱查验。查阅令的抬头写的是查留口，但其实是在等你出京。他在拦的不是我，是玉玺。他知道陛下在大典前还要去一次皇陵，我们怎么出去？不走官道，走废弃旧驿道。200年前茶马互市使用过，后来被新路取代了。杂草齐腰，路面的石板还在。巡防营在这里设卡10几年，但他们不知道旁边有一条旧路。出京向南30里到旧驿站，再往西翻2座矮山，多走1天。到皇陵的时间在大典前一天晚上。今晚亥时出发，4个人，你、陛下、我，还有一个孟胜。到。开国皇帝的血脉封印，9个凹孔，外8孔对应秦家8脉，中心1孔对应嫡系。历代秦家嫡系子孙成年时都要来这里滴血验证，但不需要开门，开门只需要1个人的血，当朝皇帝。
你在这里守着石门，开着。这不是工匠的署名，而是指导者。公孙也不只刻了玉玺，他在这坚硬的岩壁上，一刀一刀刻下了一段长达4000年的历史。这个人，朕在族谱图、世系图上从来没见过他，且他是并肩，不是随从，也不像是工匠，他没我可刀。站在我祖宗的旁边，比公孙烨更近。父皇来这里的时候，按的是同一个位置。他来过，3年前，你父亲，他在这只玉盒旁边站了很长时间。他手指上沾的灰落在地上，被店内的干冷空气彻底封住了。灰痕里还有指纹，他是在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摸玉盒底部。他在找刻字，他知道公孙说的习惯。公孙说在每件东西的底部刻字，玉玺底部刻了幻，皇陵壁画每一幅的右下角都刻了公孙所刻。这只玉盒的底部一定有同样的东西。这里。父皇的手摸过这里，同一个位置。刻的是什么？往下。不是他写的，是他撕下来的。这张旧布本来不在盒子里，是他带进来的。他把往下2个字撕下来放进玉盒，然后把整张绢布带走了。他不想让下一个进来的人看到那张绢布上的全部内容。因为那上面有另一个人的名字。这里，这是父皇摸的。这只眼睛我已经见过3次，第一次在剑天阁的碎碑上，第2次在先帝暗钻的朱批里，第3次就在这里，3次，3000年，同一种眼睛。他知道自己会被追杀3000年，所以提前把自己的脸从历史上抹掉了，只留了一只眼睛，不是吓人，是让3000年后的人还有证据证明他存在。先帝磨掉了一张脸，又在同一个位置刻上了追兵都在整的信息。他不是在毁掉这个人，他是行踪我替你藏住了，刻上眼睛是告诉追兵，你们要找的记号我已经替你们找到了，不用再往下查。他把追兵的视线死死盯在这面空墙上。公孙烨在这里守的不是玉玺，是一座坟。坟主不是开国皇帝，是那个被磨掉脸的人。是第10颗星。星位已齐，入口应在此处。是那个斗篷人，他在我们秦家之前就在这里了。小心，这里有人来过，劈痕不到30年，和那枚铜钱的氧化膜一模一样，先帝劈的。他学了3年公孙耀的刻字，就为了这8个字。外面全是公孙烨刻，这里是留，他把名字留给了另一个人。那个人还活着。公孙烨是400年前的人，他已经在这座山里待了3000年。皇陵不是给死人建的，玉玺只是钥匙，这里是给那个不死人留的住处。先帝批碑是告诉他自己来过了，然后先帝被杀了，杀他的人不想让这个不死人被找到。从开国皇帝到公孙烨，再到先帝，
3000年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，保护他不被追兵找到。先帝是最后一道守门人，他死了，现在轮到我。他劈开他，我来合上他。京城、皇陵、江南苏家、西北筑江、西域，不是地点，是一个人。这图只能看一次，先帝只留给你一个人。3000年里，只有这一个人反复推过这扇门。他还在这里。明天大典之前，剑天阁还有一件，朕带最后一件东西来。沈阁主，这份档案本该在3年前销毁，我藏了3年。30年前，先帝登基前1年，不是倒挂，是穆长初的档案出的溶魔药水。剑天阁，30年前江南当铺的招牌便叫剑天阁。那个掌柜和你差不多大，手稳话少，有人拿假货骗他，只说假货的来历和造者的手法，鉴定假药不如鉴定造假的人。这句话我记了30年。他有没有说过关于传承的事？他说我做的这件事，有人已经做了3000年，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我的任务是在铺子里等一个来敲门的人。这扇门敲了4000年还没敲到我，我就继续等，不急。他等的人是谁？他看了我的手说你不是，但你也等了很久。我说我卖了40年假货，从来不骗人。他说那你等的是同一个人。能分辨真假的人，最后等的都是同一个名号。先帝留东西给你，不是因为认识你，是30年前他见过你们共享一个招牌，他知道这辈子绕不开穆长陵，就换了条路，把线索藏进只有他女儿能拆开的东西里，把路丢给了下一任剑天阁主。不是你，就是他等的人。不死国师，第3000年仍在。昨晚吏部的人查了一夜，说剑天阁文物清点有重大出入，全京城古董铺都接到话，谁敢帮剑天阁就关门。范老没事儿，但他选你，却不能让人看见。范老，昨晚的档案我鉴定了，是真的。剑天阁阁主沈墨伪造国器，欺君罔上，着即收押候审。3司会审，刑部督察院大理寺。沈阁主，请吧。拘令上写的伪造国器，指的是哪一件？传国玉玺。有人证明你手中的玉玺并非真品，而是你自己伪造的，你把它献给陛下，谎称真品。谁证明？此事3司会审，自然会见分晓。现在，请沈阁主随本官走一趟。这把剑是禁军统领铁无双的随身佩剑，他临行前留在这里，请尚书大人代为保管。他回来取的时候，如果这把剑上多了一道不该有的痕迹，他会找谁？不用我提醒，你认得这把剑？全京城禁军只此一柄，秦昭岳还没有倒，现在站对太早。沈阁主只是配合调查，不是入狱，请。沈阁主，3司会审，请您在此暂住几日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下官说，只是请不要离开这间院子。鉴真值累计突破5000，检测到宿主已完成3件因果级鉴定，是否兑换破妄之瞳永久？兑换。你出来了。你的手。宫门外遇到了2个穆长青的人，我没杀，只是让他们站不起来了。
印尼是同一个人。毕蜉蝣，我在驿道边把备用刀给了奕琛，留了纸条，然后我去了一趟宫里。他在宫门落庙之前见了陛下，陛下的原话是：玉玺可以再造，他不能死。你的命和这枚玉玺，我一起护，但我一个人护不了两头。玉玺你自己拿着，你的命我来。和先帝在壁面上磨掉人脸之后留下的指印一样的位置。不是刑部拿的，刑部的人不会只挪位置不带走。有人在搜查后进来过，把工具重新排了一遍，但短暂的位置错了。孟胜来过，这个纹路只有孟胜那只有旧疤的右手能擦出那个角度。你的剑该还你了。玉片还在你手里。在。今天大典，玉玺需要它。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跪下去的人应该是我。大秦第17世皇帝昭越警告列祖列宗：朕嗣位4年，传国玉玺9失其统，今得见天阁主沈墨变伪存真，得将师公孙雍后裔公孙颖归还原狱。父皇。公孙卓的名字，朕今天刻不进玉玺。玉是完整的，不能再动刀。但太庙的祭文里，从今天起会多一行字：将师公孙卓，以刀守玉400年，秦不复之。祭文每一个字都是御笔抄的，朕自己抄。每一代帝王都要念。400年之后，你的名字也会在祭文里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穆长林的车队停在巷口，不是路过，是专门停的。穆长林要见你。沈阁主，老夫临走前有一件事想请教：玉玺底部的那个凡字，谁教开国皇帝刻上去的？没查到，不是你没能力查到，是你没有查对人。老夫在吏部管了30年的档案，你手上那份密奏是老夫的人融掉的名字。我当先帝当了30年，到最后一天，先帝也不知道我到底站在哪一边。那你到底是谁的人？那个人的名字，老夫没有融掉，移到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会去查的地方。30年前那个当党仆掌柜，他叫什么名字？穆长青没回老家，车队往西北。他去见皇叔。2个知道当年内情的人都去了西北。那家当铺的掌柜，当年皇叔也见过他。明日第一见，30年前陪先帝南巡之人。建天阁从即日起独立于6部之外，直属皇帝。阁主沈墨，官除正3品，有权调阅宫中和地方所有文物存档，有权对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古董器物进行鉴定与查封。皇宫东侧门外的一座旧宅空了10几年，正厅给你当鉴定室，后院的厢房你住，老槐树不准砍。朕小时候爬上去过一次，能看到很远。能看到多远？天气好的话，能看到山脊，黑色的，被火烧过一样的山。不挂招牌，全京城谁知道建天阁在哪儿？来找我的人知道门在哪儿，不认识建天阁的人，暂时也不需要认识。从开国皇帝到现在，历代帝王收进国库的国宝，没有一个人清点过。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封存，不用请示朕。这复杂的编法与铜钱上的红绳同出一辙，这根绳是父皇编的，朕挂了4年，今天起还给他没走完的路。这砖是正品，开国官窑的釉烧到这个成色的，全京城找不出第2块。老范，先别看底砖，看架子上那件，漂亮。这釉假的，胎是真的，但釉不是，釉是后来重上的。
这件瓶在入窑前被人从速配架上拿走，换了仿批。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原来那件，那真品从一开始就没进过国库，是有签押权的人。300余件赝品，每一件都来自宫的官窑。有人在流程里设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暗格。先不动，朕要知道暗格后面是谁，然后连暗格一起拆。有人放的，不是丢下就跑，放得很端正，我没碰。阴沉木，整个大秦能找到的阴沉制制品不超过10件，每一件都在国库。3天前我刚清点过，一件没少。这只木箱不是从国库流出来的，比国库更老。这个凹点和地宫土门上那颗地石星一样，同一个人的手。刀法和公孙笑的顺纹刀同源，但不是公孙氏刻的，刻痕更深更慢，每一笔不像是刻下去的，像是把字从石头里拉出来的。刀尖扎进石面之后，顺着纹路往外拽。这种刀法是顺着刻字人自己的脉搏走，每一笔的深浅对应心脏的一次跳动，和黄陵那只眼睛一样。同一个符号，同一种刀法，比公孙之早得多。我的溯源术读不出这块碎片的年份，系统的上限是1万年，这块碎片至少在1万年以上。这个字不是凡，是幻。原碑上刻的就是完整的幻，以名换命，以命换时，以始换天。凡人是凡，刻碑的人不写凡。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简化字，所以公孙烨不是自己想出这个字的。他从这块碑上踏的。他把碑上的幻字刻进玉玺的时候砍成了2半，上半留在玉面，压在秦字底下，让每一代帝王自己摸到，下半留在地宫深处的碑上。和地宫那块被先帝劈了一刀的石碑同一种劈法，先帝劈了2块碑，第一块是地宫那块，他在劈痕端面刻了凡人不死，死而不凡。第2块是这块，他没有在端面刻字。他不刻，是因为这块碑还要给别人看。他把碑劈成碎块分给不同的人保管。公孙隐存了见天阁这块，穆长青存了铜镜上那只掌印背后的名字，皇叔存了西北那块。3块碎片不在同一个人手里，就没有人能读到完整的碑文。先帝劈开碑不是为了毁掉，是为了保护。他在确保到只有他女儿能找到的3个人，缺任何一块，碑文就不完整。先帝替那个刻完这只眼之后就被杀了，你现在也看到了。我不是先帝，是兄友在刻，我是用眼睛在看，在他们眼里，看到符号和刻下符号是同一个动作。下次再有人不让你进宫，护腕上有孟胜的刀印。你知道他拿他的刀给剑天阁打这些？他知道，我被软禁那3天，他每天晚上进剑天阁把工具重新摆一遍。他把这副护腕摆在你的绷带旁边，不是给我看的，是留给你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他从来不留字条。阴沉木匣1万年以上，内藏古碑碎一片，碑面可辨3字：秦、眼、幻。背面残句中断于乃字。3000年不死的眼睛，盯了多久？今天第一次眨眼。全京城最难找的地方，连个招牌都没有。不挂牌子你也找到了。不挂牌子的铺子我见得多了，江南有不少老字号，真正的好东西从来不挂招牌，挂了招牌的东西多半不怎么好。新米和腌鱼不是礼，是给你尝的，尝过了你才知道我说话不掺水。
你在拜帖里说要鉴定一个人，对，不是误解，是我未婚夫。玉质普通，南洋青玉，不是什么名贵料。这枚玉佩是他从小就戴在身上的，他从不离身，沐浴也不摘。上个月他到苏家来谈婚期，晚上喝了酒睡在客房，半夜我进去给他送醒酒汤，他醒了，第一反应不是看我，是摸脖子上的玉佩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戴这枚玉佩不是为了好看，他是怕他离开他的身体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你怀疑他不是穆思吉？我怀疑他不是人。你知道江南苏家做的是什么生意？我们家的账房先生能把一本假账从头看到尾，挑不出一个错字，但这个人，我看了他3年，挑不出一个破绽。他的笑容，他的语气，他记得我每一件小事，全对，全对就是最不对的地方。一个人不可能全对。玉面光滑，眼睛纹样是浮雕，突出面大概1厘米的厚度。不是篆书，不是楷书，是某种亘古的字体。这枚玉佩他什么时候开始戴的？他说是他娘留给他的，出生那天就挂在他脖子上。我查过他娘，他娘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。你查过？我查了3年，从定亲那天就开始查。你的未婚夫有3张脸，第1张是穆子基你认识的那个人，第2张不是人脸，第3张我看不透。第2张是什么？茧，极细的丝网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织成的，不是贴上去的，是从婴儿时期就在皮肤下面和宿主一起长大的。1万年前有人把这枚玉佩和这支茧同时放进了一个婴儿的襁褓，不是要害他，是在等他长大。等他长到13岁那年，自己发现怎么用玉佩，他发现了，他对着月亮校准了3次。校准什么？月亮背后的东西。他13岁那年第1次看到，他没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告诉他不要说。这些字和剑天阁里一块1万年前的碑碎上同一种字体，同一个人的手。1万年，所以他不是假扮我夫君，他是从1万年前就在等，等到他来替代某一个人。我的未婚夫不是被害的，是被选中的。他撕脸不是伪装，是休息。他只有在没有脸的时候才让眼睛休息。你还要嫁他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确定他不是穆子期的？不是查他的时候，是上个月他来苏家提亲，我在门外听到他在跟管家说话。管家问他少东家喜欢吃什么，他说他喜欢腌鱼，要江南新米蒸的。他没有说自己喜欢什么，他只记得我喜欢什么。一个人不可能连自己喜欢吃什么都忘了，除非他从来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我现在不嫁他了，我要他从我的婚约里退出来，退到他真正要去的那个地方。第2块碑碎在我手里，和剑天阁那块是同一块碑上劈下来的。你帮我鉴定他的脸，我的婚约作废，碑碎归剑天阁，公平交易。鉴定他的脸在哪？江南，下个月苏家大宅订婚礼上，全江南的世家都会来，我要你当众揭开他的脸，不是偷偷揭，是让所有人看到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苏婉清的未婚夫不是人，他是1万年前就开始在等的东西。公平交易。他的未婚夫，你看到第3层了物质没有？破黄之瞳只能看穿物质，是他一直在等的那个东西。1万年边检的人在他眼里留了一扇门，门背后是什么？不是我能鉴定的。剑天阁接不了这个人，接不了。但地宫里那个人在等他。万年前刻碑的手和边检的手是同一双手，找到那双手的主人就找到了第3层面具。走之前先去一个地方。哪儿？公孙隐的铺子。这枚玉佩上的刻痕和他祖爷爷的顺纹刀同源，但不是公孙夜刻的，是叫公孙夜刀法的人。我要问他，教他祖爷爷刀法的人有没有提过剑？江南苏家，他未婚夫姓穆，穆长青的远支，他手里还有第2块碑碎。让他来，朕在宫里等着看他的玉如意是退婚还是暂存。一起艰难。
就是他。第一张脸不是第二张，你能接几层？1层，第2层之后不是肉眼能接的东西。各位，在定亲之前，有一件事我需要确认：我未婚夫的脸是真的吗？在下剑天阁阁主沈墨，今日不是来破坏苏墨两家的婚约，是来鉴定的。苏少东以第2块碑碎为鉴资，委托剑天阁鉴定一件东西。鉴定对象不是玉佩，是穆公子本人。现在请穆公子配合。沈阁主玉案久仰，请问鉴定要从哪里开始？脸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剑。第1层面具之下存在大面积人工肢体，材质非人皮，年代远超正常人类受限。此体并非伪装，其与宿主真皮层共生至少20年。它不是贴上去的，是从宿主幼年时期就在皮肤下面和宿主一起长大的。他不是在骗你，他是被人放在茧里养大的，他自己也是被这张脸困住的人。你查了他3年，查不出破绽，因为本来就没有破绽。他生下来就被裹在这张脸里面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第2个结论，穆公子本人对自己面部的第2层结构并不知情，过去2被人鉴定时都没有露出任何伪装痕迹。他的第1张脸对自己的第2张脸没有认知，他以为自己只是1张脸。你从小就知道还是刚刚才知道？从小就知道，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只知道有东西在里面。你的玉佩还带着吗？带着。剑天阁接下来还要查什么？查是谁在婴儿襁褓里放了那支茧，找到编茧的人。那个人和地宫里刻眼睛的人是同一个。他知道幻字为什么刻成凡字，他知道不死国师最初的名字。找到编茧的人就能拆开茧。这里还需要我守吗？不需要了。苏家大宅有账房先生，账房先生查假账，也能查谁在23年前给一个婴儿换过襁褓。铁无双，把你背刀上的玉柄卸下来。这道胡槽，孟胜刻的。他排好了步骤：短肘第1件，探针第2件，玉柄第3件，排在剑天阁工具箱第3个的工具。他要用来做一次不能用金属完成的鉴定。他知道我迟早需要它。10年前对着月亮的那个人，是你。10年前，我看到了月亮背后的东西。他告诉我有人在等我。一个和我一样被放进茧里的人，不是编茧的人，是另一个茧。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但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他在地底下一座山里面，他在等一个能拆铜钱的人来找他。他说的地底下是皇陵，那座山里面的是不死国师。同一个编茧的人，1万年前织了2只茧，一只放在婴儿襁褓里用面具封住，一只放在山腹深处用铜门封住。不是要害他们，是在保护。茧的外壳挡住的是月亮背后不该看的东西。不死国师的茧是铜门，他的茧是面具，同一种丝，同一个人。编茧的人也在月亮背后。对，1万年前他编完2只茧就去了月亮后面，他留下了2块碑给2个人，一个人替他守着铜门，一个人替他等着今天的鉴定室。沈阁主，我有3张脸，你接了1张，还有2张。第2张你现在看到了，第3张不是你的破网之瞳能看穿的。在你找到编茧的人之前，第3张不会出来。但在此之前，你自己用的是谁的脸？你的第2张脸，剑天阁不收。这是你自己的脸。第1张面具我替你接了，第2张
等你找到边检的人，检会自己打开。第3章我没有答案给你，你问我的问题，我也还在查。查到了，告诉我，查到什么？你是谁？你用的是谁的脸？换。他说的那个字“换”，是不是地宫碑上刻的那个？是同一个，不是巧合。他出生的时候碑还没碎，他见过完整的碑文。1万年前边检的人把完整的碑给过他，不是给灭具，是给他本来的眼睛。他知道换字下面压着谁的名字。他一直在等一个能拆铜钱的人来问他这个名字。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？因为他只有3张脸没有嘴，他脸上的嘴是穆子琪的，他自己的声音出不来。换这个字是他唯一能用穆子琪的声音说出来的，不属于穆之记的字。他还会回来吗？等他找到边检的人，检会打开。第3张脸是他自己的。第2块碑碎，我爹从一个西北来的马帮手里买下的，收藏了30年。马帮说这块碎片在他们家族留了10代，每一代都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只知道不能丢。吾存世4600年，所见之人，所立之事，皆为灰烬，非诅咒，非天成。每任记述者在临死前将名号传给下一任，名为换，以名换命，以命换世，以史换天。继承名号者不老不死，代价失去自己最重要的记忆。第7任判出名号，自立天眼道人；第8任已入局追判；第9任代传。4600年换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任都忘了自己是谁。那最后一任还记得什么？什么都忘了，只剩一个换字刻在碑上，是为了让下一任知道怎么找上一任。但从第7任开始，传承断了。天眼道人把碑上的第7行名字凿掉了。第8任追了70年还没追到，第9任到现在还没刻上去。第9任是谁？你的名字，你自己刻的？不是现在的我刻的，是30年前我在这个世界刻的。你不记得？不记得。30年前，你不在这个世界的记忆里，但你的手在碑上刻了你的名字。你怎么知道那是你自己刻的，不是你上一任？老夫，我刻字的时候拇指会往外偏一厘。公孙周的顺纹刀是直进。我在剑天阁鉴定每一件器物时，握镊子都是同一个手势。这行字的每一笔都在收笔的拇指偏角上，不是别人学我，是我自己。30年前我在这个世界还做过别的事，我忘了，但我留了痕迹。你留下的不只是名字，这里第7任判出名号，自立天眼道人；第8任已入局追判。第8任是谁？贾木子期。他脸上的是天眼道人离开碑文之后边检人重新附上的。边检人把第2支茧放进了第8任的襁褓，不是惩罚，是在他追叛徒的路上给他一层防护。茧挡住的是月亮背后的东西，天眼道人也在月亮后面。他判出传承之后没有去别的地方。边检人去了月亮后面，天眼道人也去了。第8任追叛徒，他要跨过月亮才能找到天眼道人。茧是他跨月亮的铠甲。先帝劈开这块碑的时候，他知道碑上有你的名字。他到死都在找30年前那个人，他不知道那个人30年后回来。第9任尚未传，最后一横还没刻。找到天眼道人之后，他凿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他凿不掉继承名号之后刻在骨子里的刀法。顺纹刀是刻换字的刀法，只有每一任换会用。天眼道人判出之后还在用顺纹刀。他在功德碑上刻了凡人不死，死而不凡8个字。先帝从功德碑上踏下来，刻进了地宫石碑。先帝用顺纹刀刻了天眼道人的字，他自己不知道那是天眼道人，他以为他在还原一个人的笔记，那个人不是你，是我的上一任，第41任换。第2块碑碎，归建天阁，交易完成，但你欠我一个答案。贾木子期的第3张脸，你说过找到边检人就拆开茧，边检人在月亮后面，你要怎么去月亮后面？不去月亮后面，等边检人回来。1万年前他织完2支茧，留下2块碑碎，他不会丢下他的茧不管。天眼道人判出之后，边检人去了月亮后面，不是逃，是追，追的不是天眼道人，是月亮背后那个不该看的东西。边检人在月亮后面推一样东西，
他织完第3支茧之后，把剩下的丝铺在了月背，银白的丝膜一层叠一层，把月亮背面的天穹蒙成了残房的砌壁。地宫里那扇铜门被推了3000年，不是有人想出来，是有人在月亮后面往回推同一扇门的正推的不是门，是边检人自己和这世界之间最后一道隔阂。丝膜上印着天眼道人手指残断划过的断丝划痕，像一只1万年前就睁开过的眼睛。所以你只要守住门，等他推完。那扇铜门在地宫最深处，没有人能守，除了你我。先帝守了3年被杀了，他之后没人守。现在你有我，我守到你刻完最后一行。凡人不死，死而不凡。明天起，皇叔的西北驿报加急，朕不等3天。盘点，这把剪刀是你自己打的？不是，是上一任嬛嬛留给我的。他说面具会长，每年长1毛，不修剪的话面具会盖住眼睛。我8岁那年第一次用这把剪刀，他站在我后面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顺着发际线剪，不要碰眼角，眼角是面具和脸之间唯一有空隙的地方，那里是你的眼睛和面具之间最后一道门。他教了我3年，3年之后他走了，把剪刀留给我。他说以后会有人来借你的面具，你不需要再剪了。他叫什么？没有名字。他传承名号的时候，已经把上一任的记忆洗掉了。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他只知道自己不是41任，他是第40任和第42任之间不该存在的一任。他拿到名号之后没有刻上去，他把名号吞了。第7张脸之后，你会忘了自己叫什么？不要紧，那就忘了。记住了反而更疼。这张字条，你什么时候收到的？我出生的时候。这张字条不是写给你的，是写给我自己的。30年前在江南当铺里，我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留了这张条子。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成为第8任宦，我只是用顺纹刀在纸上告诉他一件事：你有7张脸，第7张之后你会忘掉一切。不要紧，记住了反而更疼。30年前，你抱着我留了这张字条。我不记得，但我认得我自己的刀法。拇指偏一厘，收笔有斜角，剑天阁每一份鉴定记录上都写了同一种痕迹。你忘了我？忘了。上一任告诉我，以后有个人会来接我的面具，他会接3层。第1层揭掉，他会发现我不是真的；第2层揭掉，他会发现我也是幻；第3层，他揭不掉。我自己也没见过第3层。你是第8任？对，第7任盘出天眼道人。我是被选来接替他的人，不是接班，是追。我的任务是找到他，把他从月亮后面带回来。他判出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月亮背后那个东西。边检人1万前推回去的东西，天眼道人看到了。他被吓得把自己的名字从背上凿掉。他不是不想传，他是怕传下去的人也会去看月亮后面。他把自己藏在天眼道人的名号里，以为判出传承就能割断幻字，他割不断，茧还在。他把茧脱下来给我就走了，这样第7任就找不回来，会在月亮后面继续流浪。所以你第3张脸不是你的，是第7任脱下来的茧。对，我是第8任。但我70年追的不是他，是他丢给我的记忆。他把自己的名字凿掉之后，所有关于月亮的记忆全塞进我眼里了。他跑了，我不追他也能看到他。每天晚上月亮出来的时辰，他在月亮后面的位置就印在我瞳孔上。
不是眼睛，是我眼里他留下的记忆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他追了70年叛徒，自己的名字也快忘了。孟胜排工具箱也是这个顺序，每一任换都会。公孙运排过，先帝排过，我排过，他也排。刻在我们骨头上的不是刀法，是顺序。他在这里要关多久？关到他第3张脸自己打开。减满1万年就会裂，边检人设的期限。1万年前他把2只茧封好之后，在碑上刻了一个期限，不是惩罚，是保护。1万年到了，茧自己会退。第7任就是因为在满1万年之前强行脱茧，才被月亮后面的东西吓跑的。他不等，所以他的茧还在第8任脸上。2只茧只剩最后一段时限，他等自己的，地宫里那个也在等。2扇门谁先开，边检人就先回来。时限到了，告诉我。找到天眼道人之后，他欠我一个名字。天眼道人，原名焕期，第7任不死国师传承者。他继承名号的时间比任何一任都早，不到20岁。上一任临死前把名号传给他，他接受之后第一次用顺纹刀刻的不是名字，是一只眼树头，和碑碎上那只1万年前的眼睛一模一样。他不是在模仿，他是在还原。他想知道边检人刻第1只眼的时候看到了什么。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不是月亮后面，比月亮更近，就在地面。他看到的是皇宫里的人。大前皇族里有边检人留下的血脉，不是秦家，是被秦家取代的那个古老王朝的唯一后裔。这个后裔既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但天眼道人找到了他，在御膳房里一个烧火的老太监。老太监的手背上有和茧同一种丝边的旧伤痕，边检人1万年前在他祖先手上留了一只茧，不是面具，是疤，疤里封着最后一块碑碎的下落。天眼道人没有告诉老太监他真实的身世，他留在太监身边当了一个杂役，不是守着他，是在等着看边检人留给这个后裔的疤，在什么样的时间、什么样的方位会自己亮起来。他在观察，他把观察结果逐月刻在皇宫北角一扇废院木门的横楣上，刻了3年。3年之后疤没亮，他把刻痕封好就离开了，没有对那个太监说出一个字。之后他用国师传承训练了一批杀手，不是要颠覆皇族，他杀的不是皇族的人，是任何追查眼睛符号的人。他把传承中的记忆刻痕分给了12个弟子，还保留了边检神封层技法。他们被当时还是太子的先帝发现之后，先帝替天眼道人处决了他的第一批追随者，但保留了剩下11人在宫外的安全。先帝把杀手名单在吏部的一卷假目录里，那个标记一直留在里面，直到他死。先帝被处决时，70年前那批弟子的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就在刑场，正是这个听命于穆长青档案处里暗藏的一个杀手参与，然后对着先帝的背部打了致命的一掌。先帝死在追查眼睛符号的人手里，死在天眼道人70年前埋下的种子。所以先帝保护的是天眼道人的弟子，保护杀手，不是保护杀手，是保护天眼道人当年的一个承诺。他在御膳房3年给一个不起眼的烧火老人打杂，从没告诉对方身份。他这个承诺留给先帝替他守住，先帝替他把剩下的11个人全部藏进民间。这些人后来成了职业杀手，专杀任何追查眼睛符号的人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替谁守，只知道这只眼睛不能被人找到。那个老太监还活着吗？天眼道人离宫宫之后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废弃道观的功德碑上刻人不死，死而不返8个字留给自己的。然后他往西北去了，皇叔注江的方向。他在找边检人留在西北的最后一只茧。边检人织了2只茧，一只放在婴儿襁褓里，封成了我的第2张脸；一只放在山符同门后，封成了不死国师。但碑上写的是3只。第3只茧，天眼道人追了70年没追到。他把名号探掉，是因为他不确定第3只茧在哪，他怕自己找到一半就疯了。他脱了茧，把记忆塞进我眼里，让我接着找。先帝也走过这条路。石阶倒数第2级上有被采裂的断面，氧化层和铜器合璧上的同一种厚度。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不是来抄碑文的，是来见一个人。守关人。对，他把名字藏在碑上，先帝替他护着。2个人在这条路上各自走了30年，守关人等着后面的。他不是在等先帝，是在等先帝带不走的那个人，是守院的人。他亲眼见过天眼道人，他守了70年。你的名字不是现在的我，你门上的名字是我刻的，30年前我刻了他就走了。别退，我是剑天阁阁主，
今天我来替那只灯芯装油。孟胜说，剑天阁迟早要进月光的地方，他灌了这管到饼里，说包了饼上的油的胡草不是给古法锻造术留的接入口，是给你留的油管卡口。灯给他，门我不守，让他自己开。一扇门，他刻了自己的名字，守关人替他守了30年。对，灯芯是新的，昨天换的。他知道神魔会来，不是知道，他在等，等了30年，和先帝埋在铜钱里的池线一样。和旧宅密道入口同一块砖，不是城外的风，是从皇宫方向吹来的。这风通着。统领，您这是练左手刀，硬生生拧伤了肌腱啊！必须静养半个月。你为什么把我拽回来？上次沈墨被关在旧宅，你在太庙后殿等了3天，你没有派人去，你等他自己出来。他不是你，他不需要人拽，他自己能找到出口。你不一样，你拧伤了不会停，你会练到肌腱彻底断裂再说。这是我的事，你是朕的人，你的事就是世界，就是朕的事。拿剑久了，我换刀也一样，刀也一样会伤。歇够半个月再回去，朕给你列着。谁？朕守着城门护卫，孟胜。他把你的城门护卫训了3天，那些城门护卫说他不说话，比你还闷。右手也会断，先练左手，断了还有。你也伤过？边关的时候被人拿铁丝捆了3天，他们说我通敌。3天之后，我上司查清了，不是我，他亲自拿刀把铁丝割开。你恨那个捆你的人？不恨，他捆我是因为他相信他听到的，我上司割开铁丝是因为他相信我，2个人都信了他们该信的，我谁也不怨。割开的时候疼吗？铁丝勒了3天，割开那一下，血重新流进手掌，比断了还疼，但手还在。新兵里眼神好的有一个，你下次去教场帮我看一眼。如果他左手练到够快了，你让他来剑天阁做护卫。做学生，剑天阁缺一个不会鉴定的人，他只管看着。鉴定的人看物件，看物件的人有时候看不到自己，要有人在外面看着他。我这辈子最没用的时候，是边关被铁丝捆了3天，动不了，救不了任何人。最有用是在你身边，铁丝捆了我3年之后，有人替我割开。从那天起，我的手就是别人的。替我割开铁丝的人，他信我，他不欠我什么，但我的手替他守着，替他没走完的边关继续走。这把短镊在淬火时沾过你断刀的余焰，每一件我用它鉴定的东西，都有你的刀在旁边。以后剑天阁的学生不教鉴定，教他拍工具箱。顺序对了，鉴定不会错。王爷亲笔。不用追。你认识他？但他的虎口上有一道旧茧，和孟胜手腕上的疤同一种时间磨出来的。边关守了30年老兵，不追。明晚京郊望北亭，第3块碑碎，未还完的账，现在算清。胡杨皮纸，西北特有的纸，比桑皮纸韧，在风沙里放几10年不会碎。他不是在边关随手拿了一张纸，他保留了30年前南巡时带去的同一批纸。这张纸是他专门留着给你写信用的。他一直在等。等什么？等有人拆开铜钱。先帝把线索拆成3份，公孙隐拿剑天阁那块碑碎，穆长京拿铜镜上那只掌印背后的名字，皇叔拿西北那块。3个人，3种身份。先帝知道这3个人谁都不认识谁，只有拆开铜钱的人能把他们串在一起。皇叔等了30年，他在等铜钱被拆开的那一天。所以穆长青告诉他玉片归位，他就知道是你。对，他知道剑天阁已经走了前2块碑碎的路，第3块在他手里，他会来交接。穆长青去了西北，皇叔又来信，2个人在同一时间往同一个方向靠拢，不是约好的。是时限，边检人1万年前织了2支箭，面具和铜门，但碑上写的是3支。第3支箭不豎藏在石边走，时限一到，第3支箭会自己裂开。他不是守了3岁碑，他是在等时限到期，现在快到了。所以皇叔不是来夺位的。30年前就没夺，先帝死了他都没回来，因为时限没到。碑碎不能离开西北。秦北望，
我父皇写这3个字和他写秦字是同一个笔孙，同一个人教的。公孙耶不仅教了献帝，还教了皇叔。两兄弟少年时代一起在太庙地宫学顺纹刀法，公孙炯把2个人的手同时握过。所以皇叔也会写，他写了30年，写给谁看？他不写给任何人看。他在边关风沙里一个人刻碑碎，刻了30年。刻法和顺纹刀同源，但不是公孙炯的直径，是他自己从风沙沙里磨出来的。风沙把胡杨皮纸磨薄了一层，他的刀还在往纸上走。我皇叔，他是第几任？第43任。30年前就建了名号，两兄弟都没有完成传承。为什么没有刻？怕刻完之后会忘记自己在保护谁，换字刻上去，记忆就被洗掉了。先帝怕刻完之后忘了你皇叔怕刻完之后忘了先帝，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在京城等他。他们各自压着自己的名号，各自守了半辈子，等的不是铜钱被拆开，是等一个能替他们把换字刻完的人。望北庭，你去替朕带一句话给他。什么话？他的信朕收到了，朕在太庙等他。朕不像先帝，朕不会再让他走30年。告诉他30年够了，回家。望北庭，我陪你去。皇叔带了碎碑，也可能带别人。边关风沙里守了30年的人，不一定还是当年太庙里那个少年。是不是？明天见了他就知道。30年前我在江南当铺门口见过你，你那时候在柜台上排短捻和弹针，和今天一样。我不记得。我知道，30年前你走的时候跟我说，下次我来你不一定认得出我，但你认得出我手里的碑碎。你带来了这块碑碎，边检人藏在了沙漠深处，你要在沙漠边缘守30年，时限到了才能回来。你是秦家唯一一个不会当皇帝的人，所以你能守。皇帝要守的东西太多，分不出30年给一块碎碑。30年前我送你了西北，便是在望北亭亭下修了那座亭子。公孙渊代刻，边检人只会编丝，不会写字。他编好3支简之后，在每支简旁边放了一块拓田，让识字的人帮他刻成碑。公孙用替他把丝编成刀法，把同心圆转成文字，把他不认识的名字刻在玉最深处。公孙用一辈子不是创作者，是代笔人。一个不会写字的编了3支简，一个不识字的替他刻了1万年的碑。公孙用刻在玉玺底部的那个字，不是反，不是缓。他替边检人刻了一辈子的碑，到头来没法替自己刻一个字。你的名字和先帝一样的笔法，他左手你右手，同一个师傅，但他比我早学3年。我每次握刀的时候，他握着我的手，他怕我刻歪。他登基之后就没有再练过，但我还在刻，我替他刻。你在边关30年，除了手简还做了什么？写信，写好折好封好，然后烧掉。30年来，每当我遇到一个消息，就把给先帝的信写好，烧的时候不点火，扔进沙漠里，让风沙自己磨，磨到最后纸变成沙回到我脸上。先帝收到了。这一行他没填。他知道你会来填。我填什么？第9任沈墨尚未传，你刻上去之后碑就完整了。第7任判处时凿掉的空格不是空白，是他留给你的位置。他等了1万年。他不是叛徒。他不是。他是第一个看见月亮背面东西的人，他被吓得凿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凿痕也是顺纹刀。他判处之后还在用边前人教的刀法，判处的人不会用旧刀法刻新伤口。他凿掉名字的时候还在保护碑。边检人在推铜门，他在修碑，2个动作在同一个频率上。这里面的东西能活到今天的全在碑上了。边检人留在西北的第3支简还有多久到期？简印不是先帝的，是我自己的，不是握刀磨的，是半夜在沙丘上探风宿时按在胡杨裤枝上磨出来的。风沙磨了30年还没磨平，每年秋末冬初，第3支简都会在沙层下面动一次，每次我的手就按在它上面，简动一下，我的指节在裤枝上压一道印儿，压了30道印儿，简还没出壳。第1道和第10道隔了12年，后面越来越快，最后一是上个月，沙层下面的壳膜被简里的东西从内部撕开了，不是裂，不是碎，
是有人在做推的动作。他不是剑，是第1万年后边剑人自己在推，他在用里面的东西打我手腕的那个位置。他在告诉我，剑里面不是他的第3只，是边剑人自己。你把剑留在西北，谁先回来？对，剑里的东西要出壳了，他在推，从西北推回来，我们从2头往中间推同一扇门，中间隔着你的手。明天我刻最后一行。他，昭月，他知道我来，知道。他让我带一句话，你的信他收到了，他在太庙等你。他说他不像先帝，他不会再让你走30年，30年够了，回家。我哥的字还是比我稳。他什么时候进宫？明天，刻完最后一横之后。皇叔进京的消息已到，刺杀就在今夜启动。明日皇叔进宫，一旦碑碎合部，刻下最后一横，便再无机会。灯灭了，你不要动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，你出来才是最大的麻烦。我不会死。铁丝捆了我3天，动不了。今晚能动，够了。我的背刀，墙上那把，刀柄里还有一管碧油油，给剑天回下一任护刀人，告诉他不用灌油，孟胜已经灌好了。几刀4刀，最后一在背后。不是死尸，是来看的，来看孟胜死了没有，看我的手废了没有。他看到了。剑天阁第1任护刀人孟胜，他的刀挂在工具箱正上方，以后剑天阁的工具箱和刀永远排在一起，刀在工具在，刀断，工具替他鉴定下一击。大人忍着些，这叫开渠。银针上的毒已顺着血脉蔓延至肩胛，必须把毒血从刀口引出来，绝不能让它往心脏走。太医说你至少养3个月，以后可能不能再执重剑。重剑本来就不是我左手该用的，右手以前拿重剑是因为没人教我用刀，换刀也一样。左手刀我练了3年，孟胜陪我练的。他自己用左手，他就拿他的左手磨我，把我练到右臂受伤之后，左手还能接住他所有的刀。从今天这架势来看，他用不着再测试我了。你知道上一个替朕挡刀的人是谁吗？孟胜。孟胜之前，他没有活下来。他教会朕最后一件事，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再为朕死在宫里。4年前先帝驾崩时，朕一个人在太庙等到天亮。那时候朕就对自己说，朕身边不要再有任何人因挡刀而死。我没死，你差点就死了。你这种人，谁准你去死的？你舍不得我死？我当然舍不得。你是朕的禁军统领，朕的备用刀。你死了，朕上哪儿再找一个左手能和孟胜对练3年的人？剑天阁，剑天阁没有第2个铁无双，剑天阁只有1把刀还在墙上挂着，那把刀的主人不在了，朕不能再让你也不在。3个月，朕给你憋着，没人替你守护魏营。皇叔回来了，
他一个人能打30个刺客，那是30年前。现在他老了，老了的秦家人比年轻刺客更狠。先帝老了以后也还是先帝。剑天阁第一任护刀人孟胜，本日至封此夜为孟胜专单。刀归原位，玉已结续，砍痕4兆保留，刀柄蓖麻油未动。下一任护刀人接刀时不需灌油，孟胜已灌好。剑天阁第2任护刀人空缺，孟胜之后谁替他拿刀？有一个是他没处决的，那个弟子后来没留在外面，他进穆长青的档案处当了议员。70年来，他能在档案处一直待下去，靠的不是造假功夫，是边检人传下来的封层技法。他把天眼道人留在公屋里的传承谱系，用封层的手段藏在3份不起眼的假档案里。那些档案他每年都在保管期满了之后替换成新纸，里面的内容一个字没变。你跟他很久了。这把刀的主人不是你，是你的上一任。他把刀砸断之后留给你，不是传刀，是传任务。断任的意思是任务没完成之前刀不能完整。你在废弃道观外面守了多久？我师父在道观外面守了70年的最后1年，我替他。他在去世那年告诉我，道观里面有一样东西，是边检人留在地上的最后的观察者刻的，不能被人毁掉。他在外面的灌木丛里搭了个窝棚，每天看一眼功德碑还在不在，看那行字有没有被人凿掉。我先替他看了3年，后来补上去看了2年，没人来。守关人在里面磨刻，杀手在外面守着守关人，2种手，同一个字。你在道观外守了5年，怎么变成穆长青的人？师父死后我进了京城，他的档案科需要人，不是我找他，是他找我。他调档案的时候看见了我腰上别着的一枚铜扣，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我的调令压了下来3天。3天后，他在废弃道观的功德碑上找到了我师父那行署名被凿掉的字。他给我换了身份，从守碑的人变成查碑的人。我这几年待在档案处做了他的眼线，他查出来先帝名单里最后一个还在的杀手藏在哪里。你们在替天眼道人守功德碑，守关人在里面守，杀手在外面守。先帝替守关人把名字从碑上凿掉，你们反过来杀了先帝。先帝不是我杀的，我师父也不是。杀先帝的那个人不是杀手，他是穆长青档案处里那个假的档案管理员。他从头到尾不是天眼道人的弟子，他偷了天眼道人的眼睛符号，把它纹在自己手上，假装是杀手残住。他用档案处的档案查清了先帝所有的保护网，一个人一个人拔掉，最后一个拔的是先帝本人。他在刑场上假扮成执法侍卫，从背后给了先帝一掌。我们被他陷害了30年。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江南。江南哪里？我查了5年，不知道他的长相，只知道他换过很多次身份，档案处里不留他自己任何痕迹。他在每一个时代编同一种故事，同一个茧壳，不同的脸。穆长林当年听命于他，而不是他听命于穆长林。首府以为自己在控制杀手，其实是反过来。先帝死后他消失了，先帝给他的追杀代号不是眼睛，是幻。你守碑的那几年，守关人有没有让你看过碑上的字？他让我看，但我不认识字。他让我看，但我不认识字。你现在知道了，碑上缺的那行就是杀先帝的人。他在江南等了你5年，你守碑，他守你。你鉴定过你自己吗？这是我每天鉴定的顺序，排了3年。你问我自己，我还在查。那个人换了无数次身份，我换了30年的记忆。他是换，我也是。他换脸，我换时间。他躲在别人的身份后面，我躲在自己忘掉的30年里。你问我鉴定过自己吗？我鉴定了，
但鉴定结果不完整，最后一行还没刻。你也是幻。第42人，尚未传。沈墨。